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话说在明朝正德年间，临安府有一个男子名叫赵高，是个专门做玉器生意的商人。别看赵高最近几年混得风生水起，就在5年前，他还在为吃上一顿饱饭到处乞讨求人。5年前的一天夜里，赵高实在饿得不行，偷偷地跑到财主家里偷食东西，结果被人发现后，将其打断几根肋骨，还把他扔到了乱葬岗处。到了半夜时分，赵高被胸口的伤疼醒，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死在此处时，忽然看到一个身影朝他走了过来。就是这个人的出现，使得赵高开始翻了身，从一个四处讨饭的乞丐，摇身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商人。要说那夜赵高到底遇到了什么人，发生了什么事，还需要从5年前开始说起。5年前的那天夜里，赵高醒来后想要挪动一下身子，结果用力过度，导致伤口一下撕扯开来。赵高吃痛后，整个面部扭曲在了一起。今天怕是要死在这乱葬岗了。赵高用力地捶了一下身旁的土堆，就在他躺平了身子，准备等死时，忽然看到一个身影朝着他走了过来。谁在那里？赵高惊吓道：你是人还是什么东西？听到赵高话音后，对面人也同样惊恐地问道：我现在是人，但是过不了多久，我便成魂了。赵高听到人声后，自嘲了自己一番，本来自己就是等死之人，难不成还怕什么脏东西不成？你受伤了？来人上前一步，看到赵高捂着胸口，问道：你还能不能动弹？我背你去找个郎中看看。待到来人到了眼前后，赵高才看清楚了此人的面貌。只见这男子一身破烂衣衫，看模样约莫有个30来岁，虽然人长得个子不高，却十分的精神。你看兄弟，你这身打扮，怕是也是个落魄之人。虽然你好心救我，可看病是要花很多银子的。赵高叹气说道：是在下莽撞了，可兄弟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不及时诊治的话，会要了你的命的。男子见赵高看了一眼自己，意识到自己当下也是个穷困潦倒的样子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我知道一些偏方，但需要找一些草药来。赵高有些喘息地说道：那兄弟就快告诉我需要什么草药，我去寻来。男子说道。见男子是真心想要帮助自己，赵高也就不再扭捏，当下便将几种草药告知了男子。就这样，到了次日正午时分，男子才匆忙赶来，手中还拿着赵高说的几株草药。按照赵高所说，男子将草药捣碎后敷到赵高胸前。3日之后，赵高身上的伤开始愈合，渐渐的能够站立起来行走了。男子见赵高身体日渐恢复，当下便笑着对赵高说道：本来还以为赵兄说的草药没有什么作用，不料几日下来，竟然恢复如初，真是让在下十分佩服。赵高活动了一下身子，再也没有了前几日的疼痛，随后便拱手对男子谢道：若不是同兄相助，赵高怕是早就死在了乱葬岗中，救命之恩无以回报，请受赵高一拜。说着，赵高单膝跪在地上，对着男子表示感谢。通过这几日的相处，赵高也了解了男子的一些事情。男子名叫童喜，家住宁波府，只因祖上会些盗墓的本事，所以到了童喜这一带，也是靠着这个过日子。1个月前，童喜不知道从哪里得来消息，说是在临安府外的乱葬岗中有一座前朝王公大臣的墓，于是童喜便一个人来到了临安，准备将墓中的宝物盗取出来。经过一番寻找后，还真的让童喜找到了墓处。就在挖掘到一半时，不料竟然遇到了一处石门，
石门的机关和石门的入口必须同时操作，才能打开墓穴。就在童喜犹豫要找个什么样的人来帮忙时，恰好遇到了受伤的赵高。在仔细打量了赵高的体型后，发觉这个人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，可以让他前来相助自己。实不相瞒，我舅赵兄其实也有自己一份私心，我也有一件事情需要赵兄相助于我。扶起来赵高后，童喜认真地说道：哎，童兄有什么事情张口便是，我这条命都是童兄救下的，更别提什么相助的事情了。赵高拱手说道。童喜看了一眼赵高，随后便将自己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二人一番合计后，趁着夜色黑暗之时，便再次来到了墓穴之外。赵兄，一会我打开中间的机关，你帮我控制住另一边的卡槽，待我进去后取出宝物，咱们兄弟便可以荣华富贵了。童喜笑着对赵高说道：一切听从童兄的吩咐，如果遇到什么事情，童兄可以直接喊我帮忙。赵高激动地说道。童喜又怕赵高出了什么差错，这样他便有困在里面的风险了。进去之前，他又反复地嘱咐了赵高几遍话语。就这样1个多时辰后，童喜欢天喜地的墓穴里走了出来。在看到童喜的模样后，赵高的眼神都快直了。童兄担心死兄弟我了，这便是此次的收获了。看着童喜怀中抱着的金银玉器，赵高吞咽了一口口水，不敢相信地问道：若不是里面还有机关，我能拿出来的东西会更多。赵兄，你赶紧将此入口封上，你我2人找个合适的地方把这些金银玉器分了它。童喜示意道。待赵高封好了入口后，2人便来到了一处树林中，准备将宝物给分了。可就在童喜转身说要方便一下时，旁边的赵高忽然拿起一根木棍，朝着童喜的后背打去，1下2下，直到童喜全身染满了鲜血，再也没有了动静。赵高才放下了手中的木棍。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了，我赵高大难不死，必定要享受到荣华富贵。童兄，别怪兄弟心狠，你没有做过穷人，你不知道穷的没有饭吃，要比杀人越货更加难以让人接受。说着，赵高匆忙将外衫脱了下来，将地上的金银玉器全部都包了起来，想着此处是乱葬岗子，一般时候没有人来到这里，也就没有将童喜给埋葬起来，而是趁着夜色快速地离开了这里。有了这些金银玉器后，赵高便过上了有钱人的日子。因为东西来路不正，所以他也没有着急买处宅子，而是转身离开了临安。在钱塘和仁和一带都受包袱里的金银玉器，随着接触玉器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赵高也成了玉器古董的行家，渐渐地做起了玉器的生意。转眼间5年时间过去了，赵高不但在临安府置办了一处家产，还在宁波府和临安府开了2间玉器铺子。这年的秋天，赵高正要去宁波府办事，本来雇好了一辆马车前行，不料路上遇到了滑石，挡住了马车的去路。无奈之下，赵高只好下车步行，想着趁天黑之时能到镇上借宿一晚。谁知赵高高估了自己的本事，这几年因为日子好过了，许久没有步行过如此远的路子，一连走了2个多时辰。眼看天色渐晚，却离镇上还有10余里路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去哪里找个歇息的地方？若是就在这树林中睡下，怕是到了夜里还会遇到出没的野兽。赵高自言自语道。正当他内心焦躁之时，忽然看到远处正有一户农家，此时正冒着炊烟，看来这家人正在做晚饭。看来天也可怜于我，不忍心我睡在这野外。看到院子后，赵高忍不住打起了精神，担心天色再晚后，农家再锁住了院子。于是赵高赶紧加快了脚步。不过多时，赵高来到了农户院门前，撩起衣袖，敲击了3下院门。咚咚咚，几息之后，忽听院内传来声音：
谁呀？等一下，马上来了。紧随脚步后，便听到里面有人打开了院门。吱呀，随着院门打开，赵高的眼睛开始瞪得溜圆。只见一名女子从院内走了出来，看起来女子年龄不大，有个20来岁，一身蓝衫挂在身上，衬托出鲜美风韵的身姿。女子见赵高有些失态，直接开口问道：“这位官人前来敲门，所谓何事？”此时的赵高已经被女子的美貌深深吸引住，感觉两眼放光，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酥麻感。官人，女子用手晃了一下手势，娘子请恕罪，在下赵高，临安府人士，只因道路受阻不行于此，本打算到镇上歇息的，却不料行至此处，见着天色已晚，便想问娘子求宿一晚，看是否方便。我给钱，我会按照客栈的双倍价钱付给娘子。担心女子不同意，赵高又赶紧说道。女子看了一眼赵高，见他面相温和，说话彬彬有礼，犹豫了一下，便答应了下来。既然如此，官人便进来吧，正好我在烧饭，官人可一起食用。见女子答应了下来，赵高面色狂喜，随即从怀中掏出来1两银子，交于了女子手中。就在赵高坐下来歇息之时，女子从灶房端出来一些饭菜，随后便招待赵高一起用饭。我看官人这身装扮，想必是个做生意的人，家中都是一些粗茶淡饭，还望官人莫要嫌弃。女子说道。通过刚才的交流，赵高得知女子名唤秀兰，是个老实本分的民家女子。前几年丈夫外出做事，不知遇到了何事，以至于至今还未归家。秀兰没有什么手艺，这几年只能靠着手里的积蓄来过日子。若非如此，她也不可能留赵高一个男子在家里歇息。秀兰妹子，你可别这么说。赵高从小便靠着讨饭为生，常常因为一顿吃屎被人殴打嫌弃。如今妹子做好了饭菜，还为我端上饭桌，赵某内心已经是万分感激了。赵高听后连续拱手说道：我观妹子一个人日子过得清苦，这100两银子是赵某的心意，还望妹子能够收下。说着，赵高放下碗筷，撩起来侧面衣衫，从怀中拿出来100两银子。这可使不得，官人快把银子收起来，住宿和饭费我已经留下，怎能再收官人的银子？秀兰看到银子后，连连摆手说道。就在二人争执间，赵高身子一斜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腰间的玉佩瞬间掉落在了地上。本来秀兰起身去扶赵高，没想到在看到玉佩后，脸色瞬间大变。见赵高慢慢站了起来，将玉佩又重新挂回了腰间后，秀兰的脸色又渐渐地恢复如初。妹子，这银子你快收下吧，刚才一不留神摔在了地上，让你见笑了。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赵高重新把银子递给了秀兰，笑着说道：好吧，谢谢官人。说着，秀兰便上前一步，盈盈一笑，深施一礼说道：本来这赵高就被秀兰的美色给迷住了，此时如此距离接触，一笑间竟让赵高迷失了神智。若不是秀兰拿着银子返回了里屋，赵高怕是当场便要将秀兰给办了。使劲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才将内心蠢蠢欲动的色念给压制了下去。就在赵高坐下来吃饭时，屋内的秀兰重新走了出来，只不过此时的秀兰手中拿着一坛子酒，还顺带着换了一身衣服。秀兰妹子，你这是？赵高眼睛看得眼睛发直，呆呆地问道。官人见我可怜，与我这么些银子，这是家中仅存的好酒一坛，心中便想着拿来与官人饮了便是。秀兰说着，便亲自为赵高斟酒，随后二人酒越喝越多，话也越聊越欢，不知不觉间已然到了深夜。就在秀兰提出有些酒醉，想要回房歇息时，
赵高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冲动，直接一把将秀兰给拦在了怀里。妹子，俺今日一见你面，心中便对你起了欢喜之心。俺虽然是个富裕之人，可如今还没有真正娶个女人。妹子，你让俺疼疼你吧，俺这心里和猫爪了似的。赵高边说便开始动手。官人，别在这里，去里屋。秀兰被赵高搂得有些窒息，赶紧用手指着里屋说道。在得到秀兰的许可后，赵高一把将其抱起，快速地走进里屋。不消片刻，屋内便春光乍现，琴瑟和鸣，二人直接行了那夫妻之事。半个时辰后，赵高气喘吁吁地躺在一旁，浑身上下全无一点力气。娘子，你好生生猛，俺都有些吃不消了。赵高眯着眼睛说道。官人哪里话，若不是今日有些劳累，饭中又饮了些许酒水，怕是妾身早就没有了还手之力。秀兰趴在一旁说道。官人先歇息了，我去洗洗便来。说着，秀兰披上单子，走出了屋子。等到秀兰再次返回屋内后，只见赵高已经鼾声大作，独自一人睡了起来。见赵高已然睡熟，秀兰忙走到床尾，伸手拿出一枚玉佩后，仔细地打量了起来。相公，5年了，终于有你的音讯了。秀兰边哭边拿着玉佩嘀咕道。原来这枚玉佩是秀兰亲手雕刻而成，送给丈夫是为了保佑其平安富贵的。记得当时她把玉佩送给丈夫后，丈夫亲口向她保证，玉佩在人在，玉佩如果转手，那么她的人便是已经死了。如今这玉佩再次出现，却没有见到丈夫的人，反而是一个陌生的男子来到家中，将玉佩展露了出来。看来这躺在床上的男子，即便不是杀死丈夫的凶手，那他肯定也知道什么事情。只见秀兰将玉佩重新放到了赵高衣衫中，用毛巾捂住自己的鼻子，又从一旁拿出来一根香烛，点燃后便开始询问起了赵高。官人，快醒来。第一声呼唤后，赵高并未有什么动静，第二声呼唤后，赵高才开始有了反应。只见他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，两眼有些呆滞，看着秀兰闭口不言。官人，我来问你，你这腰间的玉佩从何而来？秀兰紧张地问道。这玉佩是一个乞丐的。赵高回答道。这乞丐姓甚名谁？长得一副什么模样？秀兰又问道。名唤同喜，长得个子不高。赵高说道。闻听名字后，秀兰差点将手中的香给扔在了床上。他人在何处？秀兰喘息问道。被我杀了。因何杀他？他人在何处？秀兰紧握拳头问道。他盗墓金银珠宝都是我的。赵高断断续续地说道，随后浑身开始剧烈震动起来。秀兰见状，慌忙走出屋子，熄灭香烛后，忍不住大声地哭泣起来。自从见到玉佩后，秀兰便知道自己的丈夫八成死在了赵高手里，但是一向心善的她，为了确定此事，便自己演绎了一番酒后戏貂蝉的过程。在娘家的时候，她便会一些郎中的法子，在家里制作过不少的香烛。今日点燃的香烛里面放了不少的迷幻药材，是之前丈夫用来抓野猪所用。行房前，她便在自己体内放置了一些药末，这药末可让赵高持续发力，从而筋疲力尽倒在床上。如果不这样做，怕是用迷香的时候赵高醒来，这样恐怕他自己也会丢了性命。随后他又点燃了熏香，开始询问起了赵高。如今确定了丈夫已经死在他人之手，而这个仇人如今正躺在自己的床上。看了一眼一旁的赵高，秀兰心里开始琢磨，如果一刀把他给结果了，虽然能够大仇得报，但自己也落下个命案在身。如果报官将他法办，还恐怕有人会贪赃枉法，到时候被这赵高钻了贿赂的空子。就在此时，
秀兰忽然听到了院门外传来一声响动，随后便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：秀兰妹子，我是童虎，今夜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你在此看住此人，我即刻便去官府报官。听到外面人的话语，秀兰忍不住落下了眼泪。这个童虎是丈夫童喜的堂哥，因为家中贫困，30多岁了还没有娶到老婆。自从童喜消失后，这童虎便经常来家中帮他做些家务事。可以说，要是没有童虎的帮助，秀兰一个女人家，怕是早就过不下日子了。她知道童虎心中喜欢她，可就算是再喜欢，童喜5年没有回家，这童虎也从来没有越过雷池一步，可谓是赤裸裸的真汉子。如今得知丈夫已死，就在她手足无措之时，童虎的话变成了她的主心骨。不过多时，这童虎便带着官府的人来到了院里。等到官差闯入到房间后，发现赵高还已然在床上呼呼大睡。经过一番五花大绑后，赵高被官差押入到了大堂之上。一开始，赵高对自己犯下的罪过闭口不认，直言是秀兰在迷惑自己，还污蔑其为了贪图他的银子，专门用身子吸引自己。就在案子陷入证据不足之时，秀兰一把掏出来玉佩，对着赵高问道，说这玉佩是否是他的东西。赵高知道玉佩是个值钱的物件，当下一口断定，说这玉佩是自己花银子买来的，如今被秀兰给抢夺了过去。见赵高认下了玉佩，秀兰不愁反喜，只见他一把将玉佩摔碎，从玉佩的底端取出来一粒青色的颗粒，打开后发现里面竟然放着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秀兰和丈夫童喜2人的名字，在一边还画着2只鸳鸯，寓意2人心心相印的感情。在证据确凿以及县令的威慑之下，赵高瞬间慌了神色。为了避免承受大刑，赵高直接承认了杀害童喜一事，并祈求众人饶恕了自己。结果县令听到此话后勃然大怒，说道：自作自受，死有余辜。最后赵高被判处斩首，所有财产全部都上交官府。此后秀兰和童虎2人找回了童喜的尸骨，含冤而死5年，终于入土为安。3年之后，2人结成了夫妇，共同孕育了3个孩子。只是秀兰再三嘱咐童虎，即便是他也会些盗墓的技术，但也不能再传于后代，毕竟这不是传家的本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